乌军袭击比尔格罗德，俄中部地区一些铁路段瘫痪。朝鲜试射导弹，美日韩联合军演 ，M2A2 围猎 T90M， 布雷德利取胜，海马斯打爆壁虎，美军先锋号无人舰正式下水，幽灵舰队综合作战科目测评。乌军袭击比尔格罗德，俄中部地区一些铁路段交通瘫痪。1月17日凌晨2点40分左右，乌克兰使用赤杨多管火箭炮和无人机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凌晨5点左右，乌军还使用 RM-70吸血鬼多管火箭炮和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罗德。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凌晨则表示，俄执勤防空系统击落了7枚火箭弹和4架无人机。当天早上再次发布消息称，在比尔格罗德上空击落了4枚火箭弹和2架无人机，依旧是乌克兰发动袭击的企图被挫败的老一套说辞，属于俄军传统异能了。不过，根据俄新社报道，比尔格罗德市政府1月17日凌晨发布警报，提醒居民尽可能待在家中，不要靠近窗户。警报持续到早上7点左右。同时，比尔格罗德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称，有住宅玻璃杯、屋顶被损坏，一座附属建筑起火，一个村庄停电。在1月17日凌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基尔日斯克地区、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一些铁路段交通陷入瘫痪。同一时刻，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沙赫利锯齿工厂着火，该工厂2023年6月才竣工，总成本约为50亿卢布，大概是6500万美元，生产聚合物产品，并且可能用于军工生产。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工厂发生爆炸并起火。乌克兰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俄罗斯感受战争的代价。至于战场态势，则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集结10辆装甲车，再次对韦斯特波韦发动进攻，结果依旧是失败。其中至少损失了8台装甲车。俄军一次又一次使用相同的方式进攻，直接冲入乌军的防御火力网并被摧毁，战术上属实有些离谱。第聂伯河左岸，乌军 SSO 第73海军中心的船员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在奥列什基附近发现并摧毁了俄军一套黄蜂防空系统。损失了大量装备之后，第聂伯河左岸的俄军似乎消停了不少。而且从俄罗斯这段时间的损失来看，俄军的进攻已经被放缓，战线的强度也大大降低。现在乌俄双方拼的是对敌方本土的打击。有意思的是，卫星数据显示，截止1月15日，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海湾中已经没有一艘可搭载口径巡航导弹的舰船停泊。在创造几个丢脸的世界纪录之后，黑海舰队显然已经跑了。在援助方面也有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于2月访问乌克兰，同时将向乌克兰交付40枚新型远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数百枚炸弹以及凯撒自行火炮等武器。Scalp EG 导弹相当于英国的风暴阴影，射程可达250公里，可以用来打击俄军后方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1月16日与拜登通话时表示，柏林将在2024年单方面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0亿欧元的援助。1月16日，荷兰国防部宣布，丹麦和荷兰联合采购的14辆豹尔 A4 中的2辆已经完成大修，准备发往乌克兰，其余12辆将在夏季之前完成发货。乌克兰预计在冬末之前从德国收到另一套 ARIST 防空系统。两狼斗一雄，这是一场经典作战。在顿涅茨克的斯特波沃附近，乌军第47机械化旅的2辆 M2 布雷德利步战车对1辆俄制 T90M 坦克展开了一场持续10分钟的围猎作战。结局最终以 T90M 损毁，坦克成员弃车而逃结束。全程被乌军无人机记录，是没有一帧删减的实时记录。乌军再次实现了以弱胜强。从流出的战斗视频来看，一辆俄制的 T90M 坦克转角遇到爱，近距离遭遇到了乌军 M2 布雷德利步战车，双方随即迅速拉开距离。在拉开距离这段时间里，通过视频明显能看到双方都在设法利用雪地里的破损建筑和稀疏树木进行隐蔽。只是相对于乌军有条不紊在隐蔽移动中的持续输出，充分发挥了布雷德利步战车25毫米 M242 机关炮的高射速优势。俄军 T90M 显得慌乱不少，只是偶尔使用125毫米火炮进行反击。更不幸的是，在双方距离拉开后， T90M 的身后又出现了一辆布雷德利步战车。
两辆乌军战车呈夹击之势，组成交叉火力，给予打击。T90M 被迫只能从侧方快速机动，来试图逃脱夹击。奈何两辆布雷德利步战车一直在疯狂对着坦克输出，致使 T90M 还没有来得及规避掉25毫米机关炮弹，自身就出现了严重损伤，赶紧放烟雾弹、干扰弹进行保命。此时的俄军坦克车组明显已经被打懵，根本摸不清敌军在哪儿，仍在向右前方盲目射击。而乌军布雷德利步战车则是2次绕后来了一招回马枪，并在行进间贴脸开大输出，直接命中。在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到 T90M 连中10几发25毫米弹药，还别说 T90M 的装甲是真的硬。从性能上看，乌军 M2 布雷德利步战车的主要武器是一门25毫米 M242 机关炮，与配备125毫米火炮的 T90M 坦克存在巨大的火力差距。再加上 T90M 还配有先进的化石反应装甲，理论上能够防御正前方1000到1100毫米穿身的破甲弹，或是700到800毫米穿身的穿甲弹。即使是薄弱的侧后方，其防护能力也能达到200毫米以上。而25毫米 M242 机关炮的穿甲威力最多只有50到80毫米。按理说 M2 布雷德利步战车无论是从哪个角度都不太可能直接穿透 T90M 的装甲，但从这流出的视频来看，乌龟壳再硬的 T90M 也没能架住 M2 布雷德利步战车双狼的围攻，其通过不间断的点射成功压制了 T90M。 最终 T90M 没能扛住，正面爆炸反应装甲发生爆炸，导致车上的部分控制系统被震失效，所以才在视频的后半段出现了 T90M 炮塔失控，一直在不停的360度高速旋转的画面。车体也是在撞到一棵大树后才被迫停了下来。而后乌军无人机拍摄到 T90M 坦克的舱门半开，其内的3名坦克成员弃车而逃，这辆坦克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据称，乌军后来召唤了一架自杀无人机进行了补刀，才将其彻底摧毁。从空中跟拍无人机捕捉到的被摧毁 T90M 画面来看，我们明显能看出 T90M 的炮塔装甲依然完好，只是它的车身前装甲已经完全消失了，状态十分惨烈。尾部情况稍好，但已经彻底失去了作战能力。乌军战车之所以能胜，从视频中的战斗细节来看，一是因为布雷德利步战车在机动性上完全压制了 T90M 坦克，牢牢占据了主动权，然后以 M242 机炮不间断地射击 T90M 的薄弱部分，包括炮塔外部的观瞄装置以及炮塔和车体的连接处。尽管 M242 机炮不可能击穿 T90的装甲，但却足以破坏坦克的观瞄设备。这才出现了战斗后半段 T90M 坦克一边飙车规避布雷德利步战车的攻击，一边不停发射烟雾弹的情形。想来那时的 T90M 坦克很可能因为观瞄装置被毁，丧失了大部分的态势感知能力，加上当时俄军坦克兵并不知道布雷德利步战车有没有携带陶式导弹，所以他们很可能会预测接下来会有陶式导弹或其他炮火迅速来袭。面对死亡的威胁，直接导致这些坦克兵心态崩溃，从而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最终 T90M 撞树，失去了行动能力，才让后来的乌军无人机趁机将其击毁。二是火力军个人觉得跟俄制装备质量下降有关，毕竟自己的爆反装甲爆炸将自己的车载系统震失效，多少有些离谱了。俄罗斯军工接下来估计要倒大霉。至于布雷德利步战车究竟有没有发射陶式反坦克导弹，火力军找到的资料显示没有。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想要发射陶式导弹，布雷德利需要将发射器后盖打开，成员从后方将导弹整根塞入发射器，这需要在静止状态下完成。而在整场战斗中，布雷德利步战车一直处于行进状态，战斗异常激烈，根本没有时间停车装弹，所以布雷德利步战车完全是凭借 M242 机炮打赢了这一战。尽管匪夷所思，但是战斗视频是货真价实的。这场小口径机炮击毁3代重装坦克的战斗，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所以火力军才说这是一场经典的战役。要知道，在此前的海湾战争中，虽然布雷德利步战车据说摧毁的坦克数量比 M1A1 还多，但其主要靠的还是陶式反坦克导弹，加上自身优于 M1A1 的观察系统，这才占尽了先机。当然也有朋友感到不满，说布雷德利步战车装备的若不是 APDST、HEIT， 而是 APF-SDS， 说不定就能留下俄军全组坦克成员。但其实不然，尽管 APF-SDS 比前两者穿身威力要大，
但在理论上依旧无法击穿 T90M 的装甲。想要重现战斗视频中的胜利，估计仍旧要动脑子作战，只是难度相对低一些，获得胜利更快而已。而一些俄粉也绷不住了，说俄军车组怎么能一发被中呢？但凡打得准一些，125毫米的主炮一炮就能送走整个布雷德利步战车。但事实就是打不中，武器再好也得会用才行。总之，经此一役之后，乌军士兵的作战素养和美制的布雷德利步战车估计要被炫耀一阵子。而俄军的 T90M 这次是丢人丢到家了，普京不知道还能不能睡得着。乌军遇事冷静，利用无人机的信息收集，合理安排战术，形成交叉火力，战斗中相互掩护撤退阻击，其操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恐怕放到美军车组里也是佼佼者了。足以见得乌军能够灵活利用自身优势和各方情报信息来赢得局部战场的胜利。而俄军的 T90M 居然敢在没有步兵协同的情况下独自行动，且战斗中完全没有发挥 T90 的性能，跟一个活靶子一样，其作战素养有待提高。对于这场经典作战，大家是什么看法？也欢迎留言讨论。朝鲜试射导弹，美日韩联合军演。据法新社报道，朝鲜半岛近来局势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平壤去年11月21日发射首颗间谍卫星，首尔终止双方2018年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军事协议后，双方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军事动作频频，向朝鲜数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最近一次就在14日发射了一枚新型固体燃料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日下午成功试射了一枚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15日证实，试射的是一枚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使用的是新型固体材料，可提高攻击能力且更难拦截，最大射程可达到美国关岛或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其特点就是使用了固体燃料做动力。我们知道，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可达10马赫以上，非常难以拦截，而最有效的拦截方法就是在其没发射前将其摧毁。与此前的液体燃料导弹相比，固体燃料导弹的发射时间更短，可以带着燃料块随时准备发射，无需再像液体导弹那样在发射前需要耗费时间注入燃料，从而提高了发射奇袭攻击的能力。虽然朝鲜官方强调14日发射的导弹对邻近国家不构成安全威胁，发射目的是要测试新型多节式高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和中程高超音速机动以及控制弹头的可靠性，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被认同。像韩国、美国、日本的相关负责人14日当天就通电话至朝鲜进行了强烈谴责。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韩国是怎么做的呢？据自由时报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7日表示，为提升遏制朝鲜弹道导弹和潜艇威胁的能力，美韩两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从15日起在济州岛以南公海展开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据悉，此次联合军演，美国派出了卡尔文森号航舰等5艘军舰，韩国海军则出动了神盾驱逐舰、世宗大王等2艘军舰，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了包括金刚级驱逐舰在内的2艘舰艇。这是美日韩3国国防部门自去年11月共同制定联合演习计划后首次进行海上联演。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文森号仅仅时隔2个多月就再次访问朝鲜半岛。去年11月时，其曾停靠釜山作战基地，并在济州南方公海上参加过韩美日演习。而此次的演习明显是以它为核心进行。至于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实力强，且只有这一艘航母在场。卡尔文森号自2021年完成重大升级后，就成了首艘可以同时搭载 F-35C 与 V-22B 旋翼机的航舰。它的作战配备代表着美国海军未来10年的主力航舰的打击群模式。而此次3国联合军演的重点放在了演练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海上运输，消除海洋安全威胁，并促进3边合作，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提高韩美日的遏制和应对能力。在军演等一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明秀就访问了卡尔文森号，并检验了训练情况，同时对韩美日的将士给予了鼓励。其强调称，未来将进一步加强韩美日的合作态势。朝鲜和韩国针尖对麦芒，今后朝鲜半岛局势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海马斯新战果摧毁俄军壁虎防空系统。
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1月16日宣布，乌军使用海马斯在赫尔松地区摧毁了一套俄军壁虎防空系统。据乌克兰新闻网 Military 报道，乌克兰海军第73特种部队侦察时，尽管能见度较差，还是在赫尔松左岸奥列什基附近发现了俄军的 SA-AKM 防空系统。确定目标坐标之后，使用海马斯发射 M31 摧毁。SA-AKM 防空系统北约代号为 SA-8 壁虎，是苏联时期的一种高机动低程近程战术防空导弹系统。陆军版本在1971年就进入苏联陆军服役，该系统的海军版本就是 SAN-4。不过1989年的时候，最早版本的壁虎防空系统就已经停产了。乌军这次摧毁的是最新版本。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提到的在俄乌战争初期，壁虎防空系统并没有进入战场，而是在俄军几次因为两栖机动没有得到有效防空保护，导致重大损失之后才加入战斗。最早被记录到俄乌战场上是在2022年8月。美幽灵舰队成员再加一先锋号无人舰正式下水。2018年，美国海军推动分布式海上作战之后，2019年就以幽灵舰队霸主计划的名义推动无人舰艇的研发与测试。同时，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近日宣布，该计划最新的无人舰艇先锋号月前于阿拉巴马州正式下水。等待先锋号全舰西装及各项测试完成后，就会自主航行驶离莫比尔港以及墨西哥湾，之后一路西行抵达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编入美国海军无人舰第1分队。同时，美国海军在1月16日表示，2023年9月首度自主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横须贺港的4艘美军无人舰正式完成了综合作战科目测评，自西太平洋航返南加州的文图拉军港，结束了长达5月的首次海外部署。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稿的说法，这4艘隶属于海军无人舰第1分队的水手号、枪骑兵号、海鹰号以及海猎手号，在2023年8月自南加州圣地亚哥军港出发，执行综合作战科目，总任务航程86398公里，并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主航行。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就进行了第2次多域无人能力演习，也就是无人系统一体化。2023年8月份，水手号、游骑兵号、海上猎人和海鹰号又在夏威夷珍珠港亮相。相比较于水手号与游骑兵号，海上猎人和海鹰号是美国海军专门研制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连续航行数周，在大洋上追踪对手潜艇。加上这次86398公里的航行数据，幽灵舰队的可靠性已经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幽灵舰队的性能也很不错，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他办，比如进入危险水域执行反潜战、扫雷战以及情报侦察等。从作战角度来看，海军的无人作战系统其实就和空军的无人机差不多。在攻击方面，当前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一艘有人舰艇带着几个小弟执行任务，也可以给这些小型无人舰艇安装各种信号发射机，必要时发射伪装电磁信号，模拟包括航母编队属舰在内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以消耗对手资源。除了协助美国海军，无人舰艇还可以在美国其他军种的新作战概念中发挥作用，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也就是在一些岛屿较多的国家部署无人舰艇，在适当时机打击敌方舰船。无人舰艇作用很多，只有各位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而且美军无人舰艇的发展速度也很快，美国海军无人舰第1分队2022年5月才编成，前身为水面发展中队。目前该分队一共有5艘无人舰服役。有意思的是，美国海军总共为幽灵舰队建造了6艘无人舰，除了上述5艘外，还有最早的游牧号，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卖掉了。早些时候1月3日，军文网站 The War Zone 就报道，美国联邦总务署在2023年12月29日就将游牧号上架到拍卖网站。虽然军方并没有官宣其除役，但是拍卖网站上的图片显示，游牧号上的军用装备都已经被拆了。大致意思是，该船已完成海军的阶段性任务。现在游牧号的拍卖已经结束，
最后的得标金额为$221.100，约新台币$6665.7千，并明确注明得标者要亲自与物业联系搬运，否则会在1月31日强制解体。如果不是因为火力军没钱，也想去竞拍一下，直接实际考察美军幽灵舰队的性能。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下期见。